真的被偷怕了，哇，他好大胆哦！这是学谁的？应该是都跟同一家进货啦，不一定是他问题，也有可能我们见识太浅薄。美国的时装品牌突然就变成一个潮流的精品，529.99，就以前这些折扣店不太一样，这就 UPS 在算啊。我用3.5美金买了原价99.99的双人牌不粘锅2组，没有 bug， 没有黑箱，没有怪招，也不是捡漏，就是我跟 Saks of Fifth 的客服好好的把一件事情讲完的结果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今天不是要教你怎么去凹客服，而是跟你分享我在美国资本体系里是怎么不卑不亢的活下来的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Saks of Fifth 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金钱的味道，它是 Saks Fifth Avenue 的清仓店。Saks Fifth Avenue 是萨克斯第5大道精品百货，是纽约最顶级的精品百货。原本只给有钱人逛。Saks of Fifth 的那个 off 就是离开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这里不是第5大道，其实就是自己撑自己。听起来很聪明吧？但我后来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单纯。Saks of Fifth 原本的概念就是顶级精品百货的清仓店，它有分流，它是给原本它瞄准的有钱人之外的消费者逛的，目的是清仓跟消化库存。但清仓通常都只是故事的开始。从清仓店演变成折扣店啊，这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套路啊！我猜会不会是真的太好赚了？那本来是要清自己的精品百货，后来演变成开始进一些专门给折扣店的货。但是这种百货清仓擦边做折扣店，跟原本就是折扣店不太一样。那折扣店4大天王是 TJ Maxx、Marshalls、Ross 跟 Burlington。他们的出发点很单纯，就是以折扣店为号召，什么便宜卖什么。百货清仓不一样，它是以自己的招牌为号召。Saks 就是用自己的精品百货招牌当诱饵，让人觉得来这里就可以用折扣价钱买到精品百货的商品。其实这个出发点跟 TJ Maxx 有点相似。TJ Maxx 主打就是品牌折扣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我自己走完现场之后啊，其实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啊 ，TJ Maxx 也有精品。但很多时候是一件或是很少量，可是，在 Saks 有些东西是直接变成一整杆啊，或是一整区放在那里。我觉得很明显数量是有差的，而且不止数量啊，还有威力。那 Saks 现场有 Pre-owned 的迪奥，甚至有爱马仕，这可能是一般的折扣店看不到的。毕竟 Saks 的后台是老牌精品百货，还是有差。这也是最讽刺的地方。一边是迪奥、爱马仕，然后一边是 CK、Tommy、DKNY、卡尔这些折扣店的常驻款，这个感官冲击还是很大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的本质不一样啊，但走到最后看起来却越来越像。那问题来了啊，在这些越来越像的店里啊，卖的东西到底差在哪里？这是学谁的？折扣店的货源大概有3种：品牌不要的、特供款或是自有品牌。但其实严格说可以分成2大类啦，一种是品牌不要的，就是过季品或是生产过剩或是品牌放鸟的，他们是为正柜正线而生的，他们不是为了折扣店而生出来的。那另一种是专门为折扣店而生的特供款或是自有品牌，那特供款是品牌专门为折扣店生产的或是授权的。就以前这些折扣店不太一样，然后慢慢时间演变到最后他们都搞差不多的东西，应该是都跟同一家进货啦，同一家拿到这个。那自有品牌是最赚钱的，所以每一个折扣店都有自己的自有品牌，也经常是打折最用力的。所以我觉得折扣店好像也不是什么都好买，来这里可能真的要找有品牌又真的在打折出清的东西，尽量避开本来就是为折扣店而生的东西。经常有人会说折扣店的东西品质好像比较差，换个角度想啊，也许它不是差，而是一开始就被这样设计的。尤其是这种百货清仓啊，他们会让你觉得他们有一部分的货源是来自自己的精品清仓，有时候真的有，所以真的要认真挑啊，要找的是那些迷路来到这里的正规货，而不是本来就出生在这里的折扣货。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品牌，不一定是他问题，也有可能我们见识太浅薄。很多这种美国的时装品牌，有可能一翻身突然就变成一个潮流的精品，但是很难说。那除了鞋衣帽包啊，还有锅碗瓢盆，尤其是有品牌的锅碗瓢盆，我觉得还真的有差啊。所以其实我在 Saks 买了很多有品牌的厨具啊、锅碗瓢盆，真的买了很多。因为做代购啊，所以我在 Saks of Fifth 消费很多，经常累积不少的 reward。故事是这样的，
有一次我用 reward 买了一组99.99的锅子，双人牌的，扣完 reward 我还要付1.75，我觉得超级酷的。可是他寄来的东西是错的，一大一小的寄来是2个小的，而且又没货了。那 reward 的规矩就是不能退钱，也不能换，所以一旦退货啊，就是东西寄回去，但他只能退我1.75块，那些 reward 就等于掉到水里了。那客服也知道这个难处，也觉得直接退货不合理啊。然后我们讨论了很久，客服帮我想出了一个超酷的方法，就是让我留着这一组。他有看到他们之后会补货，他帮我加到 wait list， 然后补货会通知我，或是我有看到补货，他就可以帮我用1.75再买一组。本来一切的对话都是在电话中发生啊，我还没说完，他会不会不认账啊？他就主动发了个 note 给我，那记录了对话，然后给了我 case number。结果真的补货了，我真的用1.75再买一组，原价是99.99，所以等于我用了3.5美金买了2组，我觉得超级酷的。也不是什么多厉害啦，主要就是我没有把客服当敌人。美国资本的威力啊，很多时候他都玩得起，但你要懂怎么跟他打交道，不卑不亢。我有遇过烂客服啊，鸟事我也没少碰到，所以我更知道他是客服，他是基层，但他的权力其实不小，他可以决定要不要帮你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当你觉得他没有要帮你的时候啊，也许就挂掉重打吧。而且我必须说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啊，我总会有口音，有时候一集啊连中文都喷出来啊，有时候人家听不懂，这真的不能怪人家啊。但有时候客服如果打到 outsourcing 的啊，不知道转接到哪一个角落的 call center 的啊，口音真的太重，真的听不懂，就毅然决然的挂掉重打吧。不是没礼貌，是你要放过自己。你不是在跟这个人输赢，你是在跟整个系统周旋。选一个你听得懂的，也愿意帮助你的人，这就是策略的一部分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规则，要讲理啊，不要一开始就翻桌啊。所以那次之后我就在想啊，美国资本不是玩不起，也不是没有人性啊，是很多时候他们只对懂规则的人有人性。他好大胆哦！没有，你以为他放一双对不对？不，他放2只左脚。你偷啊？真的被偷怕了。529.99。那这些 reward 是代购的 bonus。很酷啊，但不能算是收入，真的只能算是 bonus。但美国资本的威力啊，是很值得花心思研究的。譬如什么时候用什么信用卡啊，什么时候用哪一个网站啊，这背后其实蛮多学问的。很多时候资本也会越玩越老练，福利会越收越紧。大家也都很聪明啊，要么就跳过它，要么它在放宽这些好处，要么会有新的资本补上的。新的资本要卡位，最常用的第一步就是释放利多。新会员啊，新网站啊，很多东西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最好最用力。很多 free 的或是便宜到离谱的东西啊，没有 bug， 没有黑箱，没有怪招，就是捡漏，真的可以说是强迫你捡漏啊。所以我觉得 reward 其实不是乱花，我几乎都拿来买有品牌啊，折扣后最划算的东西，像是厨具啊、锅子啊。如果折扣再叠 reward 啊，那真的就把这个系统玩到极限了，那真的很快乐啊。这就 UPS 来算的。客服跟我们一样都是打工仔，有人为了企业打工，有人是为了自己打工，但我们都是为人生在打工。真的讲不拢就挂掉吧，也许你跟他就再也不会相遇了，就让他去吧，没必要纠结的。就像在网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，不要纠结，让他去吧，纠结不会比较赢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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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